Hello，大家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啦！今天 Jimmy 带你们来看一只我觉得很有味道的一只手表，又有自己的独立品牌的特色，就是 Oris Divers 的65 Chronograph 40 mm。那这只表我觉得非常的帅，那整个的氛围就像是直接把你丢回1960年的潜水世界，让你能在2025年戴得安心。你们知道吗？其实 65这个系列最早是在2025年开始复刻，一路演化到现在20代表作之一。那这次他们从43的尺寸缩到了40，对于我们这种不是好客手腕的人来讲，是贴心又好戴的一个选择。那 Jimmy 先破个题啦。第一，它的设计的根基完全是诚实的复古，没有什么炫技，把当年的元素跟比例重现，然后用现代的材质去强化。第二，它搭载的是 Calibre 771的机型，是基于 Sellita 的 SW510去打造，可靠、实在。那它的外观呢，尤其是我觉得那个 Ocean Green 加上银色的日辉的这个盘面，真的是很帅。那不过基于这边先说个老话，我们开始之前呢，请各位朋友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，还有如果广告跳出来的话，帮吉米多看10秒钟。你们的一个小小举动，吉米跟小编来讲会有很大的鼓励，谢谢你们了。OK，首先呢，我们要了解这个65 Chronograph 呢，我们先回到1965年，那个时候 Oris 推出了第一只潜水表。那当年的表壳非常的小巧，才36 mm，功能非常简单，却带着浓浓的工具表的味道。那在那个年代的背景下呢，正是所谓的 Mid-Century Modern 的时期，在建筑上面有这个科比意的这个清水模混凝土、极简的线条、艺术的普普风，以及后现代主义开始萌芽。那我觉得这一些艺术文化的氛围也直接影响到了当年代的工业设计。时间我们把它快转到2015年，Oris 在自家的历史档案里面把1965潜水表的设计重新拿出来，推出了 Divers 65。从那个之后，这个系列就变成了 Oris 最卖座的产品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抓准了复古市场的浪潮，也抓准了大家对于老表味的这个执着。同时，它又有现代的品质，比如蓝宝石镜面、防水的结构、夜光的涂料。Oris 把这些元素全部融合起来，创造了一个很怀旧又很实用的一个全新的系列。而 Chronograph 的版本呢，就是在2019年才加入的。当时 Oris 推出的43的这个表壳的版本，虽然整个设计非常的漂亮，但是不少人抱怨就是太重，厚度太夸张。所以23年开始 ，Oris 把尺寸降到了40，厚度还是在15.4。虽然厚度还是有点惊人，不过它还是打中了市场的某一些需求，也算是回应了粉丝对于 Oris 的一些期待。那直到就2025年，像是 Ocean Green 啊这种新的配色出来，整个系列已经不光只是在向复古致敬，更变成了潮流的一部分。那如果要说这个系列最动人的地方啊，那绝对是它的整体的设计。金宇常常在想，一只表好不好看，有的时候不是他们用了多少复杂的打磨技巧，也不是因为它的机芯有多么的怎么讲奢华，而是它能不能在第一眼就说服我。那我觉得这只表的存在蛮合理的，就是它是属于一眼会爱上的那种类型。很简单来讲，就是从表盘的配置开始讲，整只表用的是传统复古的 By Concept Complex 的布局，也就是双小秒盘。那3点钟位置是一个30分钟的计时盘，9点钟只是小秒针，视觉上看起来平衡又干净利落，因为它不但没有日期窗，也没有多余的数字去干扰整个面盘的阅读，所以这种对称的设计，我觉得就很像是建筑师在画蓝图时候讲求的平衡比例。那一旦多了日期窗，你就会觉得好像哪里呼吸不顺畅，怪怪的。但是少了日期窗，我觉得让读时的效率更为直观。那再来是这一次的颜色，这一次的 Ocean Green 呢，搭配了银色的日辉盘，可以说是海洋绿，或者是有点像是那种海带的颜色，我觉得更接近我很喜欢的那种橄榄绿，或者有点军绿的味道。那这种颜色在光线下会有一点点不同的变化，有的时候你乍看之下会很像是黑色，有时候又会闪现出柔和的绿光，这就是所谓变色的这种魅力。我觉得它搭配它的整个这个日辉面盘的时候，有一种层次，然后中间带着色泽的银色基底，然后两个绿色的小眼睛，就像是
镶嵌上去的这个有神的双眼，看起来低调又很有个性。我觉得这种对比设计就很像现代艺术里常见的双色平衡。我觉得看着看着就会让人看出了神。然后还有一个细节是时标跟指针。Aorus 这次用立体感很强的这种金属时标填充了白色的 Superluminova。那你会想，为什么这次没有用仿旧的黄色的 Lum？那不是更有复古味吗？吉米要说，这就是 Aorus 聪明的地方。在过去的10年，品牌会用仿旧色来硬去营造所谓的老表的氛围，但这一些操作经过了10年，已经开始让别人觉得有一点视觉疲劳。所以 Aorus 这次在60周年立刻改用这个白色的 Loom， 其实意思就是告诉你，复古感来自于设计语言，而不是涂一个假装的颜色来让自己显得更老。而这样的设计的诚实度，其实是在专业收藏圈会被大大加分的一个角度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表壳，直径是40mm， 厚度是 15.4mm， lug to lug 是 48mm。 老实说，对于这一只有厚度但是复古优雅的潜水表来说，确实有一点太厚了。但是因为直径缩小了，所以整体比之前的43大块头会感觉好像又更厚。可是它透过侧边的这个抛光跟拉丝交错，让表看起来整个表壳看起来有立体感，不会到过于单调，然后表耳的线条收得很干净。有点像是我们在工业设计里面会用的减法美学，不需要太多的装饰，纯粹靠比例去吸引你的目光。那表圈则是单向的旋转圈，那铝质的这个整个绿色的调性呢，呼应表盘的颜色。那有人会问说，怎么不用陶瓷？我的回答就是，今天其实陶瓷很主流，那铝圈很复古。那如果他在这个阶段还是坚持用他的这个铝圈，我觉得如果多了一点细微的刮痕，就会很像以前老的 Daytona 或者是老的 Speedmaster。随着时机的积累，这只表反而会更有故事，对吧？当然，我必须要说，其实这种有复古味道的手表，上面突然上一个这种高抛光的陶瓷圈，有的时候反而是很突兀的。OK，那我觉得设计的案把，我觉得同样值得一提。它是用传统的拱式的 pusher， 而不是现代那种带护肩的螺旋锁式。这个设计直接拉回到以前的1960年代，很像那个 Tag Heuer 啊。我觉得那一些造型，就是你一按下去的时候，就会很像回到 James Bond 的那种年代。你在看这只表的时候，脑袋里面会浮现一个画面，就像你穿着老派的工装外套、复古牛仔裤配上这一只表，我觉得整个造型、整个复古味道是很加分的。OK，那再来是一个我觉得很细微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对称跟留白。很多计时器它会在这个表里面去加入这个 tachymeter 的滑尺圈，但是应该是说很多的这种复古的表，它还是会硬加上这个滑尺的计数圈，那就会显得整个表圈变得非常拥挤。但是这一支 Aorus 的 Divers 65 Chronograph 则没有这个问题，它的外圈就是干净的潜水刻度，那保持了中央很洁白的这一种设计，同时有这个呼吸感。我觉得这样的感觉让人感觉就是视觉上不会有过大的压力，反而让这只表诚实的拥有了复古语言、现代的使用比例、干净的美学，不像有些表一直在靠仿旧色去致敬那个年代，而是从整体的比例、线条、材质上去取得复古跟现代的设计平衡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即便不是最薄、不是最专业的潜水技师，但是光靠设计还是可以让很多人蛮喜欢它的一个重点。OK， 那这只表是用这个 Sellita 的 SW510 去打造的 Caliber 771，那是一颗很可靠的计时机芯，动力储存有48小时 ，OK， 或者是62小时。那老实说了，这个表啊，它不是 in-house 的机芯，所以它也没有要给你看透背的意思。但是实际上这只表的优点呢，就是它的机芯很好维修，很容易保养。另外就是100米的防水搭配旋入式的表冠，基本日常是完全没有问题。
那因为它的这个名字叫做 Divers， 所以实际上更像是复古风格的计时码表，所以拿来做专业潜水工具的话是非常非常 OK 的。那价钱的方面呢，它的这个钢带版跟皮带版分别是在4400到4200美元。那这个价位就刚好竞争对手会有 Black Bay 的 Chronograph， 还有 Longines Heritage Diver 的 Chronograph， 还有甚至部分的 Omega Seamaster 的入门款。我觉得跟这些比起来，就看你们大家怎么去选择。如果想要一个品牌比较独立、有个性的选择，那就选择 Oris。不过我也要讲一个重点 ，Oris 的保值是比较差的。所以如果你们是以收藏跟投资为主，我觉得买 Tudor 或者是 Omega 会是更好的选择。但是如果以穿搭跟实用性来讲，那我觉得 Oris 不妨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答案。OK， 那这个表当然就适合是复古迷、穿搭玩家、日常的佩戴。那你们想要有一只计时功能、有品牌历史，但是又不想要太贵的瑞士表，我觉得这只表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。总结来说呢 ，Oris 的这个 Diver 65 Chronograph 呢，是一只我觉得很诚实的复古色计时码表。它没有假装它自己多专业，它也不装高端，也没有 in-house movement， 它就是很告诉你，我是有一只60年代的灵魂，用2025年品质打造的工具表。当然，它不完美，它的厚度还是有点太厚，防水也不算专业，机芯也不是制造，但它就是卖你风格、诚实。OK， 所以如果可以接受这个价位的话，我觉得确实是可以考虑看看这一只比较有特色的手表，不一定大家都要戴制服表。OK， 那最后吉米再次拜托大家，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如果广告跳出来，帮我看个10秒钟，这对我们来讲会非常有帮助。最后就是，不管什么样的手表，总归一句话，它都不能留住时间，但是可以让我们确定的事情就是，每一分每一秒的过去，我们都在创造属于你跟我的历史。希望大家玩表要玩得开心，玩得健康。戴手表可以让我们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。对于时间，我们永远保持着正面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。我是带走人设计师 Jimmy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，Peace。